今儿拍 TT， 但是吉利的。吉利银河 TT 啊，它的定位先说一下啊，定位的是 C 级纯電 AI 轿跑，名字有点长，但是呢 ，C 级嘛，中大型。先过一遍尺寸啊，车长4999，差1.5米，轴距2920。这副体格子其實來講更符合像比亞迪漢這樣的，在 C 級車裡邊呢，整體尺寸偏緊湊一樣的。你說像比一些現在比較標準的這種車長5米往上，軸距3米的，其實它還是稍微的，你能看見它的體量感顯得稍微的更精巧一點。然後車頭呢，這2年呢，汽車設計就有點像女孩的這種穿大時尚似的。頭幾年可能都流行穿馬丁靴，那這幾年呢就都換上了勃肯鞋。已經現在很多車都像這台車一樣，不去玩那些什麼眯眯眼的貫穿灯带了，都是玩這種濃眉大眼型的。至少從外觀前臉來看呢，你說它跟之前的吉利银河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差距的，或者說它放棄了原来的那一套家族設計理念，會更擁抱現在的一種流行設計趨勢吧。整體設計你也能看到啊，其實車頭沒有太多的鍍鉻裝飾，所以就讓這輛車看起來更清爽、更運動，也就沒有那麼的膩。側面我會覺得是這台車可能來講我更喜歡的一點，它整體設置一種比較舒展的轿跑姿態，尤其是在車底曲線過了 B 柱之後，一直到車尾是一條近乎於平直的曲線，就是很那種快背，非常快背的感觉。半隱藏的门把手啊，冬天夏天都能用。車尾這塊呢，跟車頭的呼應度我會覺得可以再增強一點，因為現在這個車尾我還能看出過去，吉利銀河加純電或者新能源插混這種轎車的影子，這種比較貫穿的設計，包括這種有一層一層疊來的感覺。但是他們這回在車尾的燈腔裡邊加入了這些星星點點的小的點光源，好像是108顆。然後車尾最大的變化呢，就是最值得說就這個啊，这是一個可升降尾翼，它会随速进行一个升降，然后最大可以提供508牛，也就是大概是有100斤的这样的一个下压力啊，帮助你在高速的时候进行一个操稳啊，帮着压住车尾的亂流。所以說從外觀上來看，這台車呢，車頭跟車尾我會覺得用了2種設計風格。第一種風格是車頭，車頭就是現在最流行的這種濃眉大眼型的設計理念，車尾還是有吉利家族元素在。側面線條呢相對比較舒展，然後這個雙五幅的輪圈也挺好看，而且它裡邊還會有一個黃色的卡鉗。今天在 workshop 的時候會說有3種的輪圈形式可以選啊，但我覺得最喜歡它這個雙五幅啊，卡鉗呢也是這種固定式的啊，兩邊都有剎車片，所以整體的制動效果會比這個浮動式的單片的好。純電嘛，所以有前備箱不奇怪。110升，110升這個數字其實可能來講能放下一個登機箱，然後你再放點小的零碎行李，問題不大。然後呢，車底有激光雷達，所以呢，駕駛輔助肯定還是千里浩瀚。剛才問了一下 ，H5、H7，根據不同的配置跟版本2種解決方案，所以但是都能支持城市的跟高速的領航輔助。現在外觀也就差不多這些，咱車內看一眼。內飾這塊呢，我覺得有點熟悉，有點陌生啊。就是以我對於銀河的了解啊，我會覺得整個中控台包括水晶旋鈕這一塊很銀河啊，很吉利銀河。首先第一點，這個你看旋鈕，外加它保留了一些空調駕駛模式的實體按鍵，還有一些空調溫度的撥桿，而且上面都是漢字標識。陌生的是在於什麼呀？陌生的在於這塊我覺得特好。主駕門板上給了物理的左右外後視鏡調節，現在越來越多的新能源車就給你一個語音的，或者說在屏幕裡的這種軟調節，而不給這種物理按鍵的實體調節。我會覺得在平時操作的時候會很別扭，我更喜歡有物理按鍵調節啊。然後方向盤同樣也是有物理按鍵調節的，對吧？所以這點我覺得是好啊，絕對是好，在我這是加分項。另外一點呢，就是前邊2個手機置物架，但是左側的有50瓦的超級快充。整個內飾布局其實挺簡單的啊，儀表盤 HUD 一個大屏，值得一說的就是這兒有了一個小腦袋啊，超級億萬機器人它上車了。之前我記得上一次在吉利銀河的車上見到它的是那個吉利的星耀7嘛，這個是我第2台見到它的車。這個東西啊，還是這句話，它也許實際的作用沒有那麼大，它不是一個功能化的產品，它是一個情緒價值的滿足點。就是我有很多買蔚來的朋友，就是為了買一個小農民去的，對吧？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對於一些感性消費者，甭管你男女，它都挺抓人、挺加分的。方向盤整體來講，我覺得盤幅有一點偏大啊，但是呢，右下角有一個 Boost 按鍵，摁了以後20秒 Boost 的超頻真男人。這塊有一個螺紋接口啊，你其實可以買一些東西自己往上擰。能不能通電？今天具體沒說，因為今天是一個關於設計的這樣一個分享會，就是說它看看長什麼樣。對於一些參數啊，一些硬核的參數啊都沒說。
那能说的就是这台車，它的车机它有2套的语音控制系统啊，一套呢是普通的伊万，一套呢是超级伊万。这俩有什么区別呢？普通伊万就理解为常规车机，它能帮你开空調、關窗戶啊，幹點這些力所能及的陪伴的事兒。那超級伊万呢，就是一個能幫你規劃路線的 AI 智慧體。比如說，我要去一個新的地方，我不知道那個地方的目的地的邊上的景區叫什麼，但我知道啊，那大概是座山啊，那我可能去某某地兒，哎，邊上有一個山啊，那山邊上你給我哪有什麼好吃的，還有什麼好玩的，超級伊萬就可以幫你規劃出來，它就更像是一個豆包的感覺。然後現在呢，配置呢，這台車的拍攝車的配置是前邊2張座椅都帶通風按摩加熱，方向盤也有加熱。空間這塊，我覺得這台車有一些設計是動腦子了。首先第一點，很標準的一個鏤空空間，雙開門但是不深的一個中央扶手箱，不深為什麼一會兒再說。手套箱，哎，平推式的，而且巨深一大槽。這是我的14寸 MacBook， 看能不能放進去啊？沒問題，而且裡邊再放一套鍵盤跟鼠標也沒問題。化妝鏡也夠大，那配上這麼深的一個大的抽屜，外加這麼一大化妝鏡，我覺得特適合副駕有女朋友有媳婦的坐這化妝，這個場景是有了。但是我更希望它是在裡邊後期可能廠家如果要為了化妝啊，出一些匹配這個尺寸，但是上面帶一些瓶瓶罐罐凹槽的一些底板，這樣的話你女朋友跟老婆的這個化妝品就能放在這，開車時候一邊化它還不倒。來後排告訴你們為什麼中央扶手箱偏淺啊，就是它這兒有一冰箱，看着挺大，我記得好像是得有5升多吧。但是具體的這個制冷制熱的這樣的一個溫度信息沒有啊。還是那句話，今天其實就是過來看看這個車，任何參數都不告訴我。空間上、乘坐上，我覺得一個尺寸偏緊湊的這樣的一個 C 級轎車，我沒期待它後邊能讓我北京癱啊。剛才我調好的位置，185的身高，一拳多一點點，頭部呢坐直了3指，坐探角4指。所以空間上來講，對於我這個身高人來講啊，我覺得是能用。但有一點值得說呢，就是座椅很舒服，2排的座椅很舒服。因為今天我不知道他們這個座椅是不是還是一直是銀河家沿用的那種棉花糖座椅，但是整體的體感的確很棉花糖啊，就是又軟又有支撐力，並且呢2排的坐墊看見沒有，它很長，所以我這個個的大腿就能被拖住，長時間也不會太累。還有一點呢，就是後排的或者說整車的它的儲物空間優化的，我覺得動腦子了。看啊，打開這個扶手箱呢，2個帶蓋杯架，2個中間帶隔板的這樣的一個手機儲物槽，這樣你打開以後呢，後邊還有一個放零碎的小淺槽，還有呢有個小桌板，而且前後4個門板上的儲空間也特別多，而且前門板上還給了一個雨傘槽。另外呢，2排的下邊會有一個抽屜，等於說這車前面副駕有一抽屜，2排座椅底下有個抽屜。我覺得放大件不錯啊，你女孩可以上車放雙鞋，你男的話可以放點可能拿回家的東西啊，都挺好。我覺得我嘚了半天，其實一直都是一些很主觀的感性的東西，不是我不想說硬核參數啊，是今天真沒給，對吧？但這樣我自己都覺得可能有點水。但啊，別擔心啊，雖然吉利今兒沒告訴我，但是我們有好朋友叫工信部，對嗎？這個車之前上了公告。我把能知道的工信部的公告的都告訴你們。首先第一點就是這台車它全系是800伏的啊，標配800伏高壓平台。第二呢就是全系電池都是寧德的電池。電池規格我記得是3種，52.4度，63.8度，還有一個是75.2度。那麼對應的動力呢，其實也是2種啊，就是分單電機後驅還有双電機四驅。單電機的功率好像是245千瓦，雙電機綜合功率好像是425千瓦。对應的這個續航呢，也是從500多公里一直可以到700多公里，好像有4種續航，我具體記不太清楚了。懸架結構呢是前双叉臂後連桿。那目前來講，其實那這些東西出來以後，就會明白這台車其實它主打的就應該是一個家用跟運動操控這一掛的。好啊，那現在能說的呢也就這麼多了啊。我今天拍攝時間是7月5號，那麼明天也就是7月6號，這台車將在上海有一個首發亮相會。到那個時候呢，看有什麼新消息，咱們再追啊，再補充。這台車我猜測它大概的話可能會在下個月啊，最晚可能也就是下月就該上市了。我總有一種隱隱的感覺，就是這台車上市以後，它沒準價格真的可能能給個小驚喜，等着瞧唄。